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4日，昨天是德国国庆日，是10月3日啊。德国国庆日也叫德国统一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德国科隆的，可以说这里是核心区嘛，这里离科隆大教堂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而且这里是步行街，所以呢，这里呢真的是科隆最核心的地方。肉眼可见啊，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德国的国旗，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人家里也没有人在街上拿着国旗，德国国旗走，这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啊。好吧，因为这个太阳光线的原因，现在我呢是相当于逆光，所以呢，等一下我就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来拍摄了。只不过我用前置摄像头呢，主要是让大家看看我现在本人呢亲自是在德国跑出来呢，跟大家一边走一边录。好的，等一下我就切换镜头了啊。这是德国的国庆假日，因为呢昨天是德国国庆日嘛，10月3日，德国放假一天，又是周末。昨天礼拜五，今天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说，德国国庆日加起来你有3天的时间，也算一个小长假。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所有我们肉眼可见的地方都没有任何德国的国旗，没有。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的国庆日，当然呢要涉及到爱国主义，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国家的人爱国的话，会非常自豪地挥舞着这个国家的国旗啊等等，欢声笑语。但是呢，在德国，昨天10月3日，可以告诉大家，除了个别的德国国家领导人可能发表一下电视讲话之外，没有任何的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由于它的黑历史，你们也知道，德国人呢是不能够嘴上说爱国的，绝对不行。因为这个爱国这个词啊，还是由于历史原因，它是会与德国的2战联系起来，而且爱国这个词呢，很容易与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词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爱国这个词呢，在普通德国人眼里，它是一个中性而且偏贬义的一个词。因为学校里面呢，由于2战历史的原因，也没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没有什么升国旗啊、唱国歌啊这种仪式，在学校没有，在单位也没有啊。你们也看到这条步行街，你看哪里有德国国旗，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而且我在德国这31年当中，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德国人说我爱国，我爱德国，没有。因为你一说，很可能，特别是如果是你公众人物啊，或者是政治人物，会打上极右的标签，觉得你这个人呢有什么希特勒的倾向呀、极右的倾向等等。这就是说，在德国，这个爱国啊就变成一种被污名化，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很变态的啊。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这也是一条主街道，这条也一样。反正这都是步行街了啊！有的时候我真的为德文感到悲哀啊，因为他们有这个德国，但是你不能说我爱德国，你们觉得是不是很悲哀呢？因为是战败国，所以就德国完全被怎么说呢？可以说德国那个民族的魂已经没有了。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你都不能大声地说爱国，那我觉得这个国家民族性是非常憋屈的，这反映在德国很多事情上面，就他们容易走极端。我认为，在同志这个圈里，我观察到的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异性恋也有这样，就是在同性恋圈子里面呢，我发现可能与其他文化圈的人相比，德国的男的特别喜欢这种皮装那种，特别喜欢。这个比例挺高的，我从这里穿过去吧。皮的，还有那种
橡胶的，反正奇装异服吧。在各种聚会呢，穿这种服装的人也挺多的，甚至呢，在那个同志骄傲日游行的时候，也很多人穿那种看上去像狗啊、那种熊啊那种服装、那种面具，像这样的人，我认为比例挺高的。据说像这种人啊，日本人的比例也挺高，就是他们喜欢这种奇装异服啊，皮装啊这种，是不是？他们这种爱好、这种喜好也与这个他们自己的历史有关，就是整个民族比较压抑，所以呢，他就需要一种发泄口，对不对？然后就想到了这个，然后听说那种什么抽打的啊，抽打的这点我可以说，因为经常在电视看到那个女的那种叫 domina， 女的呢喜欢拿着皮鞭抽打男的，这也有，在同志圈当中也有，所以这应该是一种民族现象。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呢被压抑之后，它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我不知道我这观察是不是有那个理论根据啊？这不是科研的东西，所以不保证对。好了，大家看到我现在在这个科隆的市中心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是不是没有发现一面德国国旗？真的没有。还有呢，这里是个犹太人的一个古迹嘛，离大教堂大概在直线距离250米到300米左右。大家看见那个大教堂那个塔尖没有？这里呢是个犹太人的一个什么古迹。我刚搬来科隆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开凿了，但即使到现在20多年了，一直啊这个地方还存在，是永远都是一个建筑工地。这反映是呢德国人的那个建筑或者是办事的效率的问题，很慢。这里呢也有一个建筑工地。好，这些呢是居民的房子了。像前面这些也一样，然后地面那层有的呢是租出去的开店的，但是你看开店呢也没有什么德国的国旗啊，是不是？所以呢非常的低调。所以我就觉得啊，一个国家虽然啊它有国庆日，虽然德国算一个国家，但是呢它是没有，我认为是没有民族魂的。前面我都说了，就是因为呢这个爱国已经被污名化了，德国人不能就是公开的说爱国，否则就会打成极右，被扣帽子。所以我就认为是比较悲哀的。今天可能是个好日子吧，礼拜六有人结婚，可能这里还有什么活动，等一下我们去前面去看看。这里呢是科隆一个广场。好了，这估计呢是唯一能够看见德国国旗的地方，而且这里不仅能够看见德国国旗，还可以看见乌克兰国旗，还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国旗。把它拉近一点，大家看看，左边呢是德国国旗，中间的那个是以色列国旗，然后右边有黄色、蓝色的是乌克兰国旗以及欧盟的旗帜啊。然后呢，最右边的就是科隆的旗帜。你看，由这旗帜，你们就可以发现，就是德国人他们支持的是什么东西了。估计呢，今天举行结婚的人不少，所以呢，这里的人群也挺多的。好，我们再看近一点吧。这是国旗了，因为现在没风，所以那个旗帜呢舒展不起来，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德国国庆日第2天看到的景象。只有这有国旗，为什么这里有呢？因为这里是政府机构，是科隆市政厅，所以呢这里可以挂国旗。不是说可以，你其他地方也可以挂，但是没人挂，就是因为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德国人其实也有些人是爱德国的，但是呢这些人是少数，
然后呢，整个社会大的氛围呢，不太容许这些爱德国人他们展示他们的爱国。唉，说来说去，我真的为德国人感到非常的可悲啊！现在已经有点秋天的景象了。你看，就这样，这些呢，第一层是开店的，然后上面那些全是居住的，就是普通居民住的地方。当然，这里的租金非常高了。好像天气又变了，又变差了。大家看，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今天上午下雨下得非常的大，很多的水，这里有水坑。然后呢，后面是科隆大教堂。肉眼所见，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唯一有国旗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这里是市政厅，刚才说了。现在那个有风，展开一些旗帜，我们再拍拍吧，能够看清到底有哪些国旗，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从这国旗的在这里展示的可以发现，就德国整个国家他们的国策是怎么样的。那就是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这里看得非常的清楚。我在这里呢，用广角镜头再拍一下，然后呢，我就往另一个方向走了啊，与大教堂相反的方向。刚才说了啊，就是德国人是不能够随便表达爱国的，就是没有爱国的自由。德国的国庆日就叫统一日，就是10月3日那天，昨天。这天一般来说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庆祝活动，除了刚才说了电视上有国家领导人发表一下电视讲话之外，但是普通人就是觉得这是一天不用上班的日子而已，没有特别的感觉。德国统一可以说已经36年了吧，89年那个柏林墙倒塌之后就相当于统一了，但是德国人的心目中，东西德还是分裂的啊，真的是分裂的。就是说，东德的人觉得自己非常憋屈，相当于当年呢是东德投票加入了西德，相当于被西德吞并了。然后西德人呢看不起东德人，因为西德人觉得我们西德的经济比你东德发达，然后呢你是东德人自己投票。经过全民公决加入西德的，相当于呢，我们西德把你吞并了，你是自愿被我们吞并的。所以呢，很多西德人或者大部分西德人，他们嘴上不说，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看不起东德人的，就是东西德两边的人互相不待见。这是德国，我认为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表面上德国统一30多年了，但实际上呢，东西德两边他们的人民啊，他们的内心是分裂的。这点呢，不在德国长期居住的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科隆这边就西德，我在西德这边的朋友圈当中，与我走得比较近的朋友当中啊，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去东德那边去玩呐，比如说去德累斯顿呐，还有其他那个波罗的海那边海边度假呀都没有。比如说我的德国伴侣，他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东德，除了去首都那个柏林之外，没有去过东德任何地方。还有出差去过离汉堡很近的那个什卫林，那也是属于原来的东德，但是呢，他已经非常在德国北边了。除了这2个地方之外，他没有去东德任何地方去度过假、去游玩过。他说他不想去，因为我知道他本身应该也不是特别喜欢东德。所以说来说去啊，一个国家虽然完成了统一，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完成了统一，但实际上呢，他们两边的内心是非常分裂的。哦呀，好奇怪啊！这里有什么游行示威？那个旗子，绿、红、蓝的，一看去有点像台湾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旗帜呢？大家看看是什么旗帜？不知道。等一下我看能不能去拍拍。这里离科隆大教堂很近的，大家看看。
پرونده این جنایت دولتی را مختومه اعلام کند و امنیتی را به ظاهر به اتهام اقدام خودسرانه محاکمه و به زندان محکوم کردند و شده و تحت فشارهای بین‌المللی و خطر تکرار جنگ 12 روزه was در bedeutet die مناطق Flagge? وسیع‌تر و مخبرتر بقای خود را خطر جدی می‌بینند و می‌کوشند و این اقدامات Iran. تشدید خاکستر Ich bin unpolitisch. همزمان Nein, ich bin تجربه این Chinese. رخداد نشان داد که فضای مجازی می‌تواند با جانبشه‌های Ich weiß es nicht. سراسری Welches این Gebiet? چشم‌انداز را تقویت نموده است. Afghanistan, Pakistan, hier, Balochistan. Ja, aber die Flagge, Wie Taiwan, ne? ja, das ist wie Taiwan, deswegen hat mich interessiert. Ah, okay. Ich stehe in einem Foto machen. 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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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bin unpolitisch. Dankeschön. 好，刚才呢，我跟他谈了一下，他说，他们这个地区呢是巴基斯坦、伊朗还有什么伊拉克的一部分，然后呢，相当于三个国家的这个区域，然后呢，他们不是想独立，而是想有更多的那个自治权。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我看见你那个旗帜啊，有点像台湾的那边那个旗帜。他说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听说过，感到有点奇怪。像这种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目前没听说过有人被推进这铁轨的，没有听说，但是还是要小心啊。好，现在可以过了。然后等一下这个车过来的时候，这里呢又亮红灯。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看，又得停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那个德国的国庆。你看，走了那么久，就是那个地方政府的机构呢可以挂国旗，或者说有挂国旗的，当然你也可以挂，像这种居民区也可以，但是没人挂。说了原因，前面啊，就是在德国。这爱国啊是被污名化的。我记得2006年德国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那是德国最轻松的那个年代，因为很多德国人自发展示他们爱国爱德国。好像那年2006年，很多德国人在他们的车啊当中也挂着一面小的德国国旗，还有很多人的窗子啊、阳台上也展示他们德国的国旗。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我认为德国人有的还是想展示的，只不过呢，由于前面所说的各种原因，压力太大了。你看这里，下了雨之后，水坑很多啊，那水也排不出去。这里你看大的水坑，对不对？排不出去。最轻松、最好的那个展示德国爱国心的年代过去了，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很多德国人还是怀念那2006年的那么轻松。你看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挺可怜的。这也是普通的居民区了，没有任何人展示德国的旗帜。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真的没有国格，没有国魂，没有民族魂，就是因为二战的原因啊。然后呢，整个国家它的民族魂被阉割掉了，因为教科书当中你就不能够用那个爱国主义那个词，他们的国民啊反省啊非常的彻底。因为不准教嘛，不准说，不准说爱国这种词，一说就会与己有联系起来。天长日久之后，谁还敢说爱德国呢？所以呢，我认为反思彻底了也不太好。德国呢是反思的过火了，所以导致了二战之后啊，这2、3代德国人，我觉得已经算3代了吧，70多年、80年，对不对？70多年了。3代德国人这样洗脑洗得特别的彻底，导致现在整个德国社会环境那就是左派当道。然后呢，德国人现在好多人我遇到过，我还真的遇到过，他们很多人说，首先呢我是欧洲人，然后呢我才是德国人。
我不会因为我是个德国人我就感到自豪，而我只会呢为我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而不会因为我是德国公民对德国感到自豪。不过说来说去啊，特别是这几年，德国人呢还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德国经济呢不景气。从2019年或者疫情以来吧，德国的经济一直在原地踏步，或者呢是经济萎缩的。然后呢，特别是这几年，由于俄乌这个危机，导致了能源价格飞涨，工业出走。然后呢，特别是这1-2年，德国的企业倒闭，每年都创新高，失业人口也创新高。所以整个社会呢非常的悲观，你说他们拿什么来爱这个德国呢？对吧？所以也是导致整个社会呢一种悲观的气氛，然后呢爱国就更谈不上了。但同时呢，德国这右翼这个政党，它的民意啊每年的民意都创新高，就表明还是有不少德国人他们内心是渴望爱这个德国的。但是同时呢，德国其他的政党都在打压这个政党，这个德国选择党就是所谓爱国的一个政党，而且想把这个政党非法化。目前德国其他政党都在努力往这个方向哦，或许真的有一天德国选择党真的是会被那个宣布为非法政党，这都有可能。总之啦，就是在德国真的要说爱德国非常非常的困难，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而且会受到各种民主铁拳的打压，这就是德国我认为呢一个比较变态的一个国家了。现在就是有国，但是不能说爱国，像这种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的，因为不仅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特别是中美两国的人是非常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的，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等等都非常自豪，而德国是真正的完全相反啊。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中国人应该不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不能说爱国，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唠嗑的地方。好吧，那今天走来走去就讲了那么多了，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